是你爹的，凭你也配？夏世子，脾气这么火爆可不行啊！你的小命还在我手里呢。有本事你就杀了我！哼，你以为我不敢？够了，贺连心，把洛昭放了。虽然你是我表弟，但我可不是你的手下，你命令不了我。放了世子。我还偏就不放。慕容燕脸色难看，她知道贺连星的性格吃软不吃硬，若是跟他硬着来，他会比你更硬。所以一开始他看着他去招惹洛昭，才一直没有出声，就怕他起了逆反心理。他知道分寸，倒不至于要了洛昭的命。他怕的是他玩心大起，把洛昭给玩坏了。洛昭要是出了事，洛烟不得迁怒于他。呀，慕容燕，你又从皇宫里溜出来啦！等进了庭院后，才发现不对劲，他哥竟然被人挟持了，挟持他的竟然还是个银发红眸的大美女。慕容燕没料到洛烟会突然过来，心里一惊，连忙把他拉到自己身边。贺连心，你知道我的脾气，别逼我动手。没用的矮冬瓜。洛昭平生第一次被人踹屁股，还是当着他妹妹的面。不仅如此，他还骂他矮。他顿时面红耳赤，站稳后气急败坏地指着贺连星，半天说不出来一句话。贺连星没管快要气得爆炸的洛昭，快步来到洛烟跟前儿，歪头看向他。好平，好矮，好幼稚。第一，我今年11岁，我比你小，个子以后还会再长，不会止步于此。第二，苗疆少主忽然来我大周挟持我秦王府世子，莫不是苗疆想跟我大周开战？小郡主，你和慕容燕什么关系？哦，我们只是朋友。哦，只是朋友啊。小郡主，我感觉我们就像是失散多年的姐妹。姐姐送你一个礼物如何？哎，别理这个疯子，我们走。洛烟蹙眉，他也觉得贺连星有点冰娇疯子的体质，还是赶紧走为好。贺连星轻笑，取下腰间的竖笛，轻轻吹了吹。下一秒，庭院四周的草丛、墙角、廊柱缝隙里，只见无数个毒虫、毒蛇正从各个角落爬出来。妈呀！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长得恶心又磕碜的虫子。这么着急走做什么呀？不如留下来一起喝喝茶，谈谈心。贺连心，别闹太过了。我没闹呀，我只是想跟秦王府的世子和郡主交个朋友罢了。怎么，只许你跟他们交朋友，不许我跟他们交朋友？贺少主，你想怎么跟我们交朋友啊？这是我的本命骨，想来你们应该听说过，只要你们让它咬上一口，从今往后我们就是最亲近的朋友啦。我呸！你想给我们下蛊你就直说，还拐个弯来说朋友，你恶不恶心啊？小狮子，不要总是骂人，会烂嘴巴的。万间的小红蛇猛地昂起头颅，猩红的蛇信子朝两人的方向探了探，空气里腥甜气息瞬间浓了几分。洛烟后退一步，眼里满是警惕。慕容燕闭了闭眼，上前一把捏住小红蛇的脑袋，在贺连星愤怒的目光中把他打了个死结，扔到一旁。小红蛇落在地上，周围的毒虫和毒蛇像是感觉到了什么，一溜烟的跑没影了。慕容燕，红宝要是出事了，老娘跟你没完！郡主，他跟普通苗疆人不一样，身体脑子偶尔有点不好，风言风语的，你别搭理他。哥，我们走吧。好。这次他们离开没有受到贺连星阻拦，因为他正在给红宝儿解开身上的结，可解了半天还是解不开。慕容燕，你快把我红宝身上的结给打开，不然的话老娘就对你不客气了。秦王马上就会知道你来大周挟持洛昭的事，你已经得罪了秦王，把傀儡骨给我，赶紧滚吧。哼，不就是开个玩笑吗？
一般人我还不跟他们多废话呢。而且我的红宝可是蛊王，让他咬一口，以后就不会有任何蛊虫敢进他们的身了。这事儿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我还没有跟他们解释清楚，你就欺负我的红宝。他们不会信你的话，只会觉得你要给他们下蛊。我长得这么可怕吗？你一开始玩得太过了，洛昭不是普通的11岁小孩，他们会惧你很正常。啊，表弟啊，你真的对那小郡主动心了？秦王杀了无数个大前国的人，他可是你大前国的仇人呢。就算你们两情相悦，以秦王的性格，也不会允许自己的女儿去和亲的。和亲？不需要和亲，这天下从来不需要2个对立的国，只需要1个国，一个能让天下所有百姓安身的国，和一位真正为民的明君。你想做什么呀？我想这天下归一。叶叶、昭昭，你们去哪儿了？让我好找。母妃，我们没事，就是迷路了。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现在回去已经晚了，就在寺里用完斋饭再回去吧。不可以。你们是吃不惯寺庙里斋饭吗？可现在下山的话，回到王府很晚了，饿肚子会难受。寺庙里的斋饭虽然都是素，但也不会很难吃。乖啊，咱们就吃这一顿。母妃，我不想吃素，回王府太晚。那我们就去京城里酒楼吃饭吧。哎呦，好不好嘛，母妃？好好好，就听嫣嫣的。几人来到望月楼，要了一个雅间。吃完了饭，裴叔一会儿来了兴致，拉着他们兄妹2人去逛街。今天出门当真是没看黄历，去玉泉寺上香遇到了个病娇疯子贺连兴。回到京城，和母妃开开心心的逛街，竟然遇到了裴梦婉。见过秦王妃，长宁郡主。真是没想到有生之年还能见到你这般恭敬的朝我行礼。从前是我不懂事，我从小在侯府长大，可突然告诉我我不是侯府亲生女儿，没了血缘关系，心里总是很忐忑，所以做了很多对不起王妃的事，还请王妃见谅。你的这声道歉来得未免太晚了一些。抱歉，都是我的错，还请王妃原谅我，我是真的知道错了。我不接受你的道歉，我也不会原谅你。嫣嫣，我们回府吧。好的，母妃。裴梦婉看着裴淑义和洛烟就要走，心里有些着急。从黑市里买回来的蛊，她一直都带在身上。她也没想到今日出门会意外遇到裴淑玉，这个好机会她可不能错过。她上前一步，脚步却突然一崴，没有站稳，直直地朝裴淑义的方向摔了过去。裴梦婉，你是不是只有这么一招？假装摔倒，然后就说是我推的你。裴梦婉没想到裴淑叶反应这么快，他就和之前的洛童一样，结结实实地摔倒在地上。但他没有洛童聪明，也没有他反应快。洛童摔倒的时候，手中巴掌大的盒子被他紧紧地抓住，没有被发现。但当裴梦婉摔倒在地的时候，手中的盒子被摔了出去。风和，快把这只虫子弄死！别用手碰啊，用东西砸。是。住手！不可以！那可是他花了3000两才买回来的蛊虫，他总共买了4只，死一个他都心疼。别管他，给我砸！风和四处扫描了几眼，找到路边的一块手掌般大小的石头，捡起来就狠狠地砸向地上一只蠕动的虫子，一次不够，又砸了几次。裴梦婉脸色大变，上前用力地推开风和，小心翼翼地把石头拿出来。只见他花了3000两买的蛊虫，就这么被拍扁了。裴梦婉，你还真是不死心啊，想给我母妃下蛊？大家来评评理啊！眼前这个人是靖远侯府收养的女儿，灵王的侧妃裴梦婉。我母妃是秦王妃，是靖远侯府的亲生女儿。她占着我母妃的身份，过了10几年锦衣玉食的生活，还不满足。
在我母妃被找回来后，一直陷害我母妃，想置我母妃于死地。这次他假意给我母妃道歉认错，实则是想给我母妃下蛊。这世上怎么会有这么恶毒的女人啊？不是这样的。不是哪样啊？你没有故意摔倒，想把这只恶心的虫子扔到我母妃身上。裴淑玉看着那只已经死透了的虫子，浑身紧绷。他还是低估了裴梦婉的恶毒，幸好他反应快，没有让裴梦婉碰到自己。下次他再遇到他，一定转身就跑，不会跟他再说一句废话。妍妍，我们走吧。洛言点头，也不知道裴梦婉身上还有没有别的虫子，还是先走为妙。上了马车，还未回到王府，洛言忽然拍了一下自己额头。哎呀，我有个东西落在了玲珑阁，停车停车！妍妍，你有什么落在玲珑阁？一个很重要的东西。哎，母妃哥，你们先回府吧，我去去就来。不等裴淑玉说什么，他转过身就走。哎呦，这孩子怎么说走就走？哎，昭昭，我们先回去吧，等回到王府再让马车去接妍妍。母妃，你先回去吧，我去找洛言。也好，你们早点回来。好的，母妃。洛昭很快就追到蹲在一个角落里的洛烟，看到他追过来，洛烟也没有惊讶，而是指着路中间标志着临王府马车的马车。哥，裴梦婉就坐在里面，你说我们该怎么报复为好？把他马车踢翻。不行，马车踢翻马会受惊跑出去，可能还会伤害到无辜的百姓。那你说怎么办？有啦，哥，你让人拦住裴梦婉的马车，给他制造一点麻烦，别让他这么快回去。风离，我待会儿写一封信，你送到朱雀街升平巷子，递给靖远侯和他外室的女儿。还是你主意多。那必须要的，我那些话本子可不是白看的。裴梦婉坐在马车里，想到被拍扁的蛊虫，心都在滴血。早知道他就耐下心来，先按兵不动了。可他看到裴淑玉一家三口其乐融融的模样，实在是眨眼，没有忍住。凭什么裴淑玉日子过得这般好，而他被贬为侧妃，他的儿子瞎了一只眼睛，整日郁郁寡欢。忽然间，马车猛地一顿，怎么回事？侧妃赎罪，车轮子陷进了路缝里，车轴好像也坏了，属下这就骑马回府，叫另一辆马车过来接您。去吧。是。侧妃，去旁边的茶楼坐坐吧。裴梦婉点头，进入茶楼，要了一个雅间。小姐，门外有个乞丐递给奴婢这一封信，说是给小姐您的，把信拿来给我看看。是。打开信封，看到第一行字的时候，瞳孔骤然一缩，手指微微发颤，脸上的表情差点控制不住。但在看到手中信后面的内容后，他的心情平复下来，嘴角微微上扬，勾起一抹明媚的笑来。裴清雪收起信，站起身走出去，来到梅氏的屋子。梅氏疑惑地接过信，在看到第一行字的时候，和裴清雪的表情一模一样。雪儿，这是谁送来的信？莫不是侯夫人？母亲别急，继续往下看。梅氏深吸口气，继续看信。等看完了一整封信上的内容后，她蹙了蹙眉。雪儿，写这封信的人摆明了想利用我们。我知道，可我们若是失去了这个机会，就很难再找机会了。母亲，我去年就已经及笄了，哥哥也有20多岁了。我们虽然是外室子，但也是裴家的亲生血脉。你真的甘心让我们一辈子就住在这间小小的别院里吗？我当然不甘心，可雪儿，这太危险了。你父亲最是好面子，若是被你父亲发现了，我们母子3人都落不到好处。
母亲放心，我不会让父亲发现的，只会让他觉得这一切都是因为裴侧妃，我们的身份才会被发现。从头到尾，我们都只是顺着风走的人，父亲绝对不会迁怒我们。母亲，我们就赌上这一回吧。好，母亲就陪你赌上一赌。王府新来的马车停在翡翠楼外，裴梦婉和小夏出了雅间。就在这时，一个女子忽然撞了上来。你这人怎么走路的？你可知道我们家夫人是谁？若是撞出个好歹来，就算拆了你的骨头，让你赔命都不够。对不起，夫人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正想挥手让小夏把人打发走，却见那女子磕头时，一枚玉佩从袖子里落下来。裴梦婉本来不甚在意一个玉佩，可扫一眼，却发现那枚玉佩有些眼熟。小夏，把玉佩捡起来给我看看。这是我的玉佩，你们不能抢。只要你把玉佩借我一看，你撞我的事就此作罢。女子似是有些犹豫，但想了想，还是点了下头，把玉佩递了过去。裴梦婉接过玉佩，仔细瞧了瞧，越发觉得眼熟。侧妃，这不是您及笄时侯爷给您的玉佩吗？裴梦婉一愣，被小夏这么提醒，她也想到了。再仔细一看，就看到玉佩左下角里有3个小小的字：裴清雪。靖远侯府每个少爷小姐及笄弱冠之时，靖远侯都会送给他们一块玉佩，上面刻着自己名字，代表了自己是侯府的人。裴清雪，姓裴又有这块玉佩，那定然是侯府的小姐无疑了。但他可不记得侯府里有谁叫做裴清雪。这块玉佩我出钱买了。不行，我不卖。1000两银子你也不卖？不卖。哼，滚吧。裴清雪连忙把玉佩接住，小心翼翼地站起身，很快就转身离开。小夏，跟着他，我要知道他住在哪儿。是。哥，回府吧，恐怕用不了多久，京中就会传来靖远侯养外室的消息啦。哎，你在信里写了什么？怎么就会确定裴清雪一定会来呢？我早就查清楚了裴清雪他们兄妹2人的底细啦。他们都知道自己是靖远侯的儿女，自持清高，一直不愿意定亲嫁娶普通人，幻想着能成为侯府正儿八经的少爷小姐，嫁入高门，娶高门小姐。但靖远侯那个人吧，又很好面子，他是绝对不会承认自己养外室的。我给他们一个机会，他们就算知道是有人在利用他们对付裴梦婉，他们也会心甘情愿地被我利用。因为错过了这个机会，他们就很难再找到这么好的机会了。哦，懂了。裴梦婉不会主动暴露此事，他若是查清楚靖远侯当真是养了外室，还生下了女儿，一定会回侯府告知靖远侯夫人。以他们母女2人的性格，一定会斩草除根，不会让他们回到侯府影响他们的地位。聪明。这也是裴清雪不敢私自妄动的原因，她也怕还没有回侯府就被杀死。陆烟在信中说会保护他们母子3人的性命，直到他们成功进入侯府。这个诱惑巨大，很难不心动。朱雀街升平巷子，靖远侯本想在看过梅氏之后就回府的，但今天梅氏却格外的热情，把他哄得不知天地为何物，答应留下来。就在他们天雷勾地火勾到一半的时候，院子里忽然传来响动声。靖远侯心里猛地一惊，勾到一半的雷火顿时哑了。是雪儿的声音，老爷，有贼人！靖远侯面色铁青，顾不上别的，连忙起身穿上衣服，推门出去了。夜色浓得像墨，黑色光影里，黑衣人手起刀落，直接抹了16的脖子。16！他没想到侯夫人和裴侧妃竟然真的这般狠辣，当真派人来杀他们。给他写信的人呢？不是说会保护他们的吗？怎么不出现？你们是什么人？光天化日之下竟敢行凶！
几个黑衣人看到屋里竟然出现一个男人，震惊不已，而且看他的气度不像是普通人。雇主不是说这间别院里除了一个20多岁的男人，其余都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女眷吗？老大，这怎么办啊？上，把他们都给杀了，不留活口。是，老大。靖远侯虽然是文官，但也不是什么手无缚鸡之力的孱弱文官，骑射武功他都学过，只是不精通而已。快速躲开黑衣人的攻击，一脚把他踹出去，随后带着梅氏几人躲进屋里，迅速把门窗锁紧。但这并不管用，若是还没有人来救他们，黑衣人迟早会把门窗给撞开。母亲，雪儿别怕，有你父亲在，我们一定会化险为夷的。李忠去找护卫了，再等一会儿。风里隐在暗处，面无表情地看着5个黑衣人撞门，时不时地捡起地上的石子，给他们制造一点麻烦，不让他们成功破门。他娘的，到底谁在乱扔石子儿？老三，是不是你啊？不是我呀，老大，我正在用力的撞门，扔什么石子啊？而且我刚刚脑袋好像也被石子砸到了，我还以为是老大你扔的呢。呸！老子是来杀人的，扔什么石子儿？快点撞门！屋里那小娘们长得可还不错，老子把她杀了之前得爽上一爽。我宁愿死，也不会被他们得逞的。雪儿放心，母亲不会让你出事的。哪怕是豁出这条命，我也不会让女儿被人羞辱。裴川抓了抓脑袋，听着黑衣人撞门的声音，满脸的恐慌。他并不知道梅氏和裴清雪的计划，只知道他要命不久矣了。明明是侯府亲生血脉，没当上一天侯府少爷也就罢了，还要死在贼人手中，他怎么这么倒霉啊？片刻后，撞门声停了下来，紧接着是刀剑相撞的声音。侯爷，贼人已经被降服了。靖远侯顿时松了口气，推门出去。属下留下了一个活口，侯爷可有询问？是谁派你们来的？说出来，给你一个全尸。侯爷饶命！是有人花钱让我们来杀人的，兄弟几个就是地痞流氓，拿了人家银子才敢来，不知道您是侯爷啊？快说，是谁给你们的银子，让你们来杀谁？我也不知道是谁呀，那个人蒙着面看不清容貌，我就知道她是个女子。他让我来把这院子里的人都给杀了，完成任务会给我们1000两银子。靖远侯眉头紧锁，这间别院是他买下来给梅氏住的，除了他和李忠没人知道，怎么会突然有人杀上门来？明显就是冲着梅氏来的。稍微思索片刻，他就明白了过来，是靖远侯夫人。他知道了他养外室，没有找他闹，也没有找梅氏的麻烦，而是直接动了杀心。把这里处理干净。李忠应声，一剑抹了黑衣人老大的脖子，随后吩咐护卫把尸体拖走，把地上的血迹清理干净。老爷，您知道是谁要杀我们吗？你且安心在这里住着，以后不会再出现这种事，改日我再来看你们。风离也听到了靖远侯的这句话，白眼一翻，学着乌鸦叫了2声。靖远侯刚打开院子的大门，就看到周围出现了一些百姓。这是咋了？刚才吵得厉害，是不是进贼了？靖远侯正想装成普通住户敷衍过去，人群突然传来一声惊呼：哟，这不是靖远侯吗？靖远侯脸色一僵，他平常都是等到夜深人静时才会来这里，就怕被人发现他的身份。如今倒好，因为杀手的事儿吵醒了周围的邻居，还被认出来了。真的是靖远侯吗？你不会看错了吧？可是堂堂侯爷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哎，这间别院里住的是个寡妇，哪怕生了一儿一女，那也很漂亮。莫不是那个寡妇是靖远侯的外室啊？嘿，你别说啊，你还真别说，那寡妇的女儿眉眼之间还真挺像靖远侯的哎。李忠很快把事情处理好，匆匆地赶过来。闭嘴！到底是个侯爷，百姓们不敢跟权贵叫板，连忙各回各屋。
侯爷，这件事怕是瞒不住了。他们总不能灭了这么多百姓吧？回府。是。此时靖远侯夫人已经睡着了，靖远侯面色阴沉地走过去，一把将她给拽起来，一巴掌甩了过去。侯爷，你这是做什么？我做什么？我倒是要问问你做什么？胆敢买凶杀人，看不出来呀？你还有这么大的胆子？买凶杀人？什么买凶杀人？靖远侯夫人猛了一会儿才反应过来，她和阿婉的计划失败了，那个贱人不仅没死，还被侯爷发现了。哼，侯爷，分明是你先养外室，养外室也就罢了，竟然连孩子都生了2个，我怎么能允许他们的存在？靖远侯见靖远侯夫人直接承认了，一怒之下又朝他脸上甩了一巴掌。怎么被我说中了就只会动手打人？你以为你瞒着所有人就能当这2个私生子是你的宝贝？我告诉你，只要我活着一天，他们就别想踏进侯府半步。明明是你先对不起我的，我为你操持侯府，为你孝敬公婆，你却在外头儿女双全，今日没有杀了他们，是他们的侥幸，只要我还活着，就永远不会放过他们。你疯了，那也是我的亲生骨肉。他们是你的亲生骨肉，又不是我的亲生骨肉，我凭什么要放过他们？哦，照你这么说，你的亲生骨肉是谁？当然是侧儿和阿婉。话音刚落，侯夫人混混沌沌的脑子顿时清醒了一下，立马补充一句：还有裴环和裴淑玉。说，裴梦婉和裴策是你跟谁的孩子？你放开我！什么谁的？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李忠，去把张嬷嬷给我带过来。李忠很快就把张嬷嬷给押了过来，看到侯夫人被靖远侯掐住脖子，张嬷嬷大惊失色。夫人，我记得你一家人都在侯府做事吧？张嬷嬷脸刷的一下变得惨白，瑟瑟发抖。靖远侯看她这副模样，眼底没有半分怜悯，他把被掐晕的侯夫人像扔破布一般甩在地上，头猛地磕在地上，发出一声闷响，却没醒过来。说说吧，裴梦婉和裴策到底是谁的孩子？侯爷，奴婢不知道您在说什么呀。世子和秦王妃都是您和夫人的孩子呀。不知道？哼，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若是说实话，你一家人还能安稳地在侯府待着；若是敢瞒，我保证待会儿你会看到你家人冰冷的尸体。张嬷嬷的身子猛地一僵，她知道侯爷心狠手辣，不是说假的。她看着躺在地上晕倒的侯夫人，内心挣扎。她跟了侯夫人几十年，对她忠心耿耿，也是唯一一个知道她秘密的心腹。让她就这么背叛侯夫人，她做不到。可看到自己全家惨死，她也做不到。李忠，去把他的家人全部抓过来，立刻凌迟处死。不，侯爷，不要！奴婢说。靖远侯摆了摆手，李忠识趣儿地退了出去，关上房门，守在外面。快说！奴婢说了，侯爷可否会放了奴婢的家人？他们什么都不知道啊！我不是嗜杀之人，只要你如实告诉我真相，他们都不会有事。二爷，不是您的孩子。继续说。只有世子和秦王妃是您的孩子，裴侧妃和二爷是夫人和镇北王的孩子。你说什么？镇北王？他怎么会和镇北王苟且？还有，他是怎么把裴梦婉生下来的？夫人和镇北王从小就认识，
夫人一直心悦镇北王，想要嫁给他。后来老侯爷去柳家给您提亲，柳家同意了，夫人很伤心，她不想嫁给您。夫人偷偷离开了柳家，去找镇北王，想让他带她私奔。只不过不知道为什么，夫人去见过镇北王后，就想通了，答应嫁给您。奴婢以为夫人是放弃了，却不曾想，夫人在嫁给您之后没多久，还敢和镇北王暗中苟且。夫人一开始以为世子是他和镇北王的孩子，但后来世子越长越大，容貌越来越像您，才知道世子是您的孩子。夫人怀裴侧妃的时候，您不在京城，因此确定裴侧妃是镇北王的孩子，所以他舍不得打掉。那段时间夫人就一直称病瞒着，又恰逢冬季，衣服穿得厚，这遮挡住了肚子。等肚子瞒不下去的时候，就去了城外的庄子里买通稳婆，8个月的时候提前生产。为了把裴侧妃接到自己身边养着，夫人就不顾身子还未养好，就准备再次怀孕。夫人生下秦王妃后，本想让奴婢掐死，但后来夫人又于心不忍，让奴婢把秦王妃远远地送走。1岁的孩子和刚出生的孩子差别还是很大的。正巧那个时候，张嬷嬷的儿媳妇生下了一个女婴，还不到1个月，张嬷嬷就把自己孙女抱过来，暂时代替裴梦婉。后来靖远侯夫人出了月子，就带着裴梦婉回娘家住了几个月，等再长大了一些后，就基本看不出来什么了。别，该死，都该死！张嬷嬷被他一脚踹在胸口，重重摔倒在地上，嘴里溢出一口腥甜。他不敢咳，只能死死捂着发疼的胸口，身体像筛糠一般抖个不停，一句求饶的话都不敢说。靖远侯一步步朝旁边晕倒的靖远侯夫人走过去。侯爷，放开我！柳如，你还真是好样的，你和镇北王私下苟且，还生下了2个孽种，你甚至拿我们的孩子去换你和镇北王的孩子。你张嬷嬷已经什么都招了，让我想想，我该怎么回报你给我的这个惊喜才好。你想干什么？裴梦婉是灵王侧妃，我暂时动不得，但裴侧如今就在侯府，他现在名义上还是我的儿子，我捏死他如同捏死一只蚂蚁。不要，侯爷，求你放过侧儿，他什么都不知道，他是无辜的，所有的事都与他无关，你要罚就罚我，要杀就杀我，求你放过他，求你了。放过他？柳如，你背叛我的时候就该想到被我知道的后果，这一切都是你咎由自取，是你欠我的。侯爷，既然你什么都知道了，那我也不狡辩了，侧儿和阿婉就是镇北王亲生的孩子。哼，终于承认了。侯爷不若好好想想，你杀了镇北王的孩子，会不会因此得罪了镇北王？靖远侯闻言神色猛地一顿，镇北王会不知道裴策和裴梦婉都是自己的亲生孩子？不，他肯定知道。侯爷，我知道你现在很生气，但若因你一时冲动而得罪了镇北王，就得不偿失了。那又如何？镇北王手握重兵，身份尊贵，怎会当众承认与朝臣之妻有染，还生下2个孩子？这不仅会毁了他的名声，更会让他成为陛下猜忌的对象。镇北王确实不敢明面上承认，但私底下呢，你也知道镇北王很得陛下的信任，
若是他在陛下面前说些什么，侯爷，你当真不怕吗？靖远侯拧着眉，镇北王虽然手握重兵，但很得皇帝信任。若是他杀了裴策，镇北王在皇帝面前说他的坏话，他恐怕不会有好果子吃。他深吸一口气，压下心头的纷乱，抬眼看着靖远侯夫人，语气重新变得冰冷。告诉我你嫁给我的真实目的，我可以留裴策一条命。侯爷怎么让我相信你真的会留下策儿的命？你现在没有和我谈条件的机会，要么你告诉我真相，要么我现在就去杀了裴策。王爷让我生下他的孩子，成为侯府世子，掌控侯府。所以他在成婚的第3天回门的时候，就在柳家和镇北王行鱼水之欢，只是没想到裴元不是王爷和他的儿子。不要脸的一对奸夫淫妇！从今日起，你就给我好好的待在这里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你休想再出去。至于那个孽种，我找个机会让他出个意外，尸骨无存。不，侯爷，你不能杀策儿，策儿若是死了，镇北王一定会报复你的，一定会的。谁说裴策是被我杀的？分明是出的意外。让他留着自己妻子和别人男人生下的儿子在自己眼前，他做不到。他怕他自己会忍不住发疯，所以裴策必须死。裴梦婉如今是皇家儿媳，灵王的侧妃他暂且动不得，那就先杀了裴策好了。至于你，我会给你慢性毒药，这药不会让你立刻死去，它会慢慢侵蚀你的身体，让你日渐虚弱，脸色苍白，咳嗽不止，就像是得了不治之症。我呢，会对外宣称你是因为裴策之死才日结于心，得了重病，最后郁郁寡欢而亡。你不能这么对我。为什么不能？多好的结局啊，不是吗？既能让你尝尽丧子之痛，又能保全侯府的颜面，没人会知道你和裴策是死在我的手里，包括镇北王。侯爷，我错了，我知道错了，你怎么对我都行，求你不要这么对策儿，他什么都不知道呀。现在知道错了，已经晚了。李忠，进来。候在门外的李忠听到靖远侯的声音，推门进屋。从今日起，只留张嬷嬷一个人照顾夫人，没有我的吩咐，不许任何人来探望夫人，包括裴梦婉。每日的汤药按我吩咐的来。是，侯爷。与此同时，趴在屋顶看完了全过程的风离，在靖远侯离开后，闪身消失在夜色里。什么？裴梦婉竟然真的是靖远侯夫人的亲生女儿！我的天哪，还是她跟镇北王的女儿！属下亲耳听到靖远侯夫人承认了。走，我们去找父王和母妃，派个人把哥哥也叫过去。是。片刻后，他们来到云深院，依旧是骆宽景的书房。风离把昨日偷听到的话一五一十的又复述了一遍。你说什么？裴梦婉和裴策是镇北王的孩子？这怎么可能？镇北王不是早就去了边境吗？他曾经怎么也想不明白的事儿，如今终于想通了。原来他和裴梦婉都是靖远侯夫人的亲生女儿，只不过裴梦婉是他和他心爱之人生下的孩子，而他的出生只是为了能让裴梦婉光明正大的成为侯府嫡女。他不是被故意报错的，他是被他的亲生母亲抛弃的。母妃，我没事。骆宽景冷着脸，神色异常难看。怎么又是镇北王？他想做什么呀？颠覆了这大周皇权？做梦！父王，你可以跟我们说说镇北王府的事吗？书中好像并没有镇北王这个人物，也没有言明裴梦婉是镇北王的女儿，他也不是太了解。第一代镇北王和大周开国皇帝一同打天下，后被封为镇北王。镇北王很聪明，他知道开国皇帝对镇北王府信任，但并不代表他的后代会对镇北王府信任，所以他定下了家规，
镇北王世子就在京城娶妻生子，并且只能娶一个妻子，生一个儿子继承香火，45子方可纳妾。等镇北王老了，就会回京，让世子提前继承王位，去守着边疆。这一代的镇北王早年在京城娶妻，他的长子因为早产，身体孱弱，20多年前就已经去世了，也没有留下子嗣。镇北王妃因为思子心切，郁郁寡欢，也跟着去世。她没有再娶正妃，只纳了一个侧妃，生下一子，也就是如今的镇北王世子。镇北王世子今年多大呀？应该有20岁了吧。父王，假死药做好了吗？只要有了假死药，我们就能知道镇北王府为什么要我的命了。假死药毕竟是传说中的药，只在医书里见过。魏神医已经在想办法了。父王，可以让魏神医去跟舅爷爷一起商量啊。上官家族可是世代从医的，一定会有办法。本王会跟魏神医商议。这个镇北王想让自己儿子当晋远侯世子，又跟平阳王有联系。他的女儿如今还是灵王侧妃，他到底想要做什么？若黄伯伯知道了这件事的话，脸色一定非常精彩。父王，要不要告诉黄伯伯？暂时不要告诉陛下。为什么？没有为什么，这件事你们就不用多管了，本王自有分寸。明明发现这件事我的功劳最大，凭什么不让我管？对啊，凭什么？听话，你们别插手。这件事没有你们想的那么简单。洛言眼神微动，没有他们想的那么简单。不让告诉黄伯伯，难道说黄伯伯也参与进来了？那好吧，不管就不管了。但是父王有事不能瞒着我们，我是一定要知道镇北王为什么要杀我的。洛宽景嗯了一声，扯开这个话题。慕容念送了封信到王府，贺连兴已经离开了大周。走了就好。日子一天天的过去，直到来到洛廷义大婚这天。哟，这是谁家的小丫头啊？怎么跑到前院来了？这里可都是男客。我找我爹。是有什么急事吗？马上就要开宴了，去了宴席厅就不能见到你爹了，又何必非要去满是男人的前院？虽然你年纪还小，但到底不太合规矩啊。这位大叔，我确实有急事找我爹，你能行行好把路让开吗？好，我很老，胡子拉碴的，看着比我爹还要老。不就是一点胡子，哪有男人不长胡子的？秦王比我大10岁，我怎么可能比他老？话刚说出口，萧都就察觉到不对。糟糕，露馅儿了。你是谁？我在京城里就这么不出名吗？你竟然不认识我？京城里有名的人多了去了，你算我非要认识你？行吧，那我郑重跟你介绍一下我自己。我姓萧名度，家父是镇北王。罗言眼睛唰的一下睁大了一些，后退小半步，上上下下的打量着萧度。没想到他要找的人自己出现在他面前了。原来是镇北王世子呀。本世子记得长宁公主和灵王府的云安郡主关系不和啊，今儿怎么会来灵王府啊？关你屁事。郡主莫不是对我有什么误会？没有误会，就是单纯看你不顺眼。顿了顿，看着他手中的折扇，莫名觉得很违和。风和，把他手中的折扇抢过来。长宁公主，我记得我可没有得罪你啊，你抢我扇子做什么？我不是说了，我就是单纯看你不顺眼，看你手中扇子更不顺眼。你看我不顺眼，总要有个理由吧？洛言没有回答他的话，而是侧过身躲避萧度的视线，摸了摸自己荷包，从里面掏出来一小包药粉，把药粉捏在手心。风和，闪开！风和一听，下意识的闪身躲开。洛言抓住机会，把手中药粉全部撒了出去。你敢给我下毒？
落叶，你可知这是大罪？你就不怕陛下责罚？谁说这是毒啦？你这么紧张做什么？难不成是做了什么亏心事，怕被人暗算？不是毒，那是什么？话落，萧杜突然感觉自己脸上冰凉一片，他抬手一摸，顿时愣住了。他怎么哭了？落叶，你对我做了什么？我怎么控制不住想笑啊？还一直流眼泪啊！忽然，他的后颈一阵发痒，紧接着胳膊、腰腹，连带着大腿内侧，都像爬了无数只小虫子，痒得他瞬间龇牙咧嘴。落雁啧啧两声，没想到魏神医这么厉害。他跟魏神医说的痒痒粉、笑笑粉、眼泪粉是分开的毒粉，但魏神医给他的呢是所有功效加一起的毒粉。单独一种就已经够折磨人了，加一起那滋味儿，看萧杜怎么样就知道了，很酸爽的。长宁郡主，我错了，快给我解药吧！抱歉，我没有解药。什么？你怎么没有解药？是真的没有哦。不过你不用着急，1个时辰后药效就会过去啦。哎呦，快扶我回去！别让别人看到我这样子。落叶，我刚刚听到有人说你给萧杜下毒了，怎么回事？对啊，我给他下毒，不过你放心，不是致命的毒药，1个时辰后他就会没事了。我估摸着下次他见到我就得绕道走。行吧，你有分寸就行。裴淑玉不知道从哪儿知道了这件事，一看到洛烟就担忧地询问。洛烟笑着跟他解释了一遍，他这才放心下来。喂，母妃，父王去哪儿啦？你父王身体不适，回去了。洛烟哦了一声，没太在意。与此同时，另一边，因为腿疾已经提前回府的洛宽景，此刻出现在林王府的库房外。库房周围守卫的护卫一个个的无声的倒在地上。洛宽景轻轻挥了挥手，身后一个暗卫上前，熟练的从袖中摸出一根细如发丝的钢丝，指尖翻飞间，只听咔嗒一声轻响，库房那把沉重的铜锁便被轻易打开。随后他推开库房大门，洛廷义库房里好东西很多，多得甚至令人啧舌。洛宽景眼眸微眯，这还只是林王府明面上的库房，不算是洛廷义的私库。他轻喝一声，让暗卫把一些珍贵的不常见的宝贝给拿走，剩下的全部一把火给烧了。不好了，库房着火了！洛廷义穿着红色的婚服，手里还端着一个空酒杯。看到库房那边传来的红色火光，他脸色猛地一变，酒瞬间醒了。这怎么回事啊？这好端端的怎么会起火呢？可不，今日可是林王大婚的日子，大喜之日库房失火，哎呦，这也太不吉利了。王爷，您可算来了。库房怎么会着火？我也不知道。王府几乎所有下人都来救火，但无济于事，因为库房里堆放的多是木料、绸缎和字画，这些杯水车薪的救援没有丝毫用处。管家，查！立刻去给本王查！今日库房的守卫、巡逻的侍卫，还有所有靠近过库房的人，一个个都给我问清楚了。本王倒要看看是谁敢在本王大婚之日烧了本王的库房。哦，是王爷。王爷，守在库房外的几个侍卫都死了，被火烧死的。王爷，隐藏在库房暗处的暗卫死了，一击毙命，不像是普通手段。不过属下在周围查到这个。莫青上前把手中令牌递给洛廷义。这是镇美军的令牌。
镇北军是由镇北王统领的军队，跟随镇北王镇守边境，也就是说，是镇北王烧了他的库房。王爷，镇北王世子在宴席前，不知为何招惹了长宁公主，被长宁公主下了毒，提前离开了王府。下毒？洛言胆子这么大？应该不是致命的毒，老奴派人去查了查，听说是镇北王世子离开王府的时候一直在哈哈大笑，还不停地流眼泪，浑身躁动，看着像是成了疯子。老奴猜想镇北王世子莫不是故意去招惹长宁公主的，然后利用长宁公主顺利离开王府，实则他并没有离开，而是隐藏在库房周围，等着下手。骆廷义若有所思，管家说的不无道理。穆青，派人去查萧度，本王要知道他镇北王府支持的皇子是谁。是。本戴着红盖头安静坐在床边的许念，在得知王府库房被火烧了之后，猛地掀开头上的红盖头。王妃，这红盖头要等王爷来了，用秤杆挑开，这才吉利嘛。您怎么就自己掀了呢？这不合规矩呀。嬷嬷，今晚王爷不会来了。这怎么会呢？今晚是您和王爷的洞房花烛夜呀。就算库房走水，王爷处理完也该过来的，哪有让新王妃独守空房的道理呀？许念面色冷静，走到梳妆台前坐下，取下了头上沉重的凤冠。王妃，您倒是想想办法呀！要不老奴去前院问问，哪怕让王爷抽空来露个面也好呀。不必了，王爷若是想来，不用我催。他若是不想来，我催了也没用。王妃，库房着火，莫不是那裴侧妃做的？裴侧妃曾经是临王正妃，犯了错才被贬为侧妃。在她当王妃的时候，王爷后院里一个女人都没有，可见手段有多厉害。如今您嫁给王爷当正妃，那裴侧妃心里一定不好受啊。说不定这库房着火就是他做的，为的就是想给您一个下马威，让您失宠。嬷嬷，打听打听，今晚王爷会不会歇在裴侧妃屋里？因为捡到了镇北军的令牌，骆廷义确实没什么心思去洞房。裴梦婉也很聪明，这个时候并没有去打扰骆廷义，但他却在小夏耳边低声几句。第二日，许念在得知骆廷义是一个人睡的，没有去裴梦婉屋里的时候，难道昨晚猜错了？库房着火不是裴梦婉做的，而是意外？又或者说，老天都觉得我不应该嫁给林王？王妃，不好了！什么事这么慌慌张张的？王妃，昨晚王府库房着火的事，外面都传开了。库房走水本就是大事儿，传出去也不奇怪。不是的，王妃，外面的人都在传，库房着火是因为您。说清楚，什么叫因为我？他们说您是灾星，说您昨日嫁进王府，当晚库房就走水，是您的八字和王府犯冲撞了神灵，才引来这场火灾。还有人说，王爷昨晚没去您的洞房，就是因为早就知道您不吉利，故意避开您的。胡说八道！王妃的八字和王爷的八字是青天监看过的，怎么会不合呢？况且昨晚苏侧妃是和王妃一同进门的，怎么偏偏说我家王妃？简直是无稽之谈。走，去找王爷。骆廷义听着管家禀报京外的谣言，面上没什么表情，心里并不是很惊讶。镇北王府既然要扶持别的皇子来对付他，那么自然要挑拨他和许家的关系，而苏家是他外祖家，也只能支持他，所以他们只能挑拨他和许家之间的关系。什么八字不合，只有一些无知的百姓才会相信。
他的八字和许念的八字都是找钦天监看过的，若有问题，母后是绝对不会同意许念当林王妃的。传出灾星一事，他若是一怒之下迁怒许念，许家颜面尽失，定会与他心生嫌隙。他少了这股助力，便如断了一臂。幕后之人还真是好算家，只是到底是不是镇北王府呢？骆廷义陷入了沉思。片刻后，许念找了过来。昨晚本王忙着查库房着火一事，倒是忘了去你院里，让你受委屈了。库房着火是大事儿，妾身知晓。许念并没有露出半分抱怨和委屈，如此的宽容大度让骆廷义很满意。外面流言都快把他钉在灾星的牌子上了，他却还能沉住气，这份沉稳倒是比他预想中强上不少。此时此刻，骆廷义心里对皇后非逼着他娶许念的怨念少了一些。妾身见过王爷。走吧，随本王进宫谢恩。是。裴梦婉站在一个无人的角落里，面无表情地看着骆廷义带着他新娶的2个女人离开王府。侧妃，您不要伤心，奴婢刚刚看到王爷躲开了苏侧妃的触碰，王爷心里是喜欢您的。哼，喜欢我又如何？你能保证王爷有了其他女人后能一直喜欢我吗？小夏低着头不敢说话。这男人的心呢，就像天上的云，说不准什么时候就飘走了。昨日王爷没有去许念的屋里，但今晚呢，明晚呢，顶着皇后和许家的压迫，王爷终究还是会妥协的。小夏抿了抿唇，她曾见过王爷把侧妃捧在手心中的模样，如今后院多了2个女人，这种落差就连她都觉得有些难受。侧妃心里该是有多伤心啊！她们要是嫁到林王府，我改变不了，但我绝对不允许她们生下王爷的孩子。小夏轻轻点头，侧妃说得对，王妃和苏侧妃绝对不能生下王爷的子嗣，否则侧妃在王府里的日子就会很难。听着秀儿禀报京城外面的流言，洛言撇了撇嘴，他可没让风和传许念是灾星的话，毕竟皇后肯定是让钦天监合过许念和骆廷义的八字，若是八字不合，哪怕许念家世再好，皇后也不会让她嫁给骆廷义。所以传他是灾星的这个办法非常的蠢，只是会让皇后和骆廷义心里膈应罢了。皇家婚事哪有那么儿戏的，用脚趾头猜都能猜出这件事是裴梦婉做的。他只不过让风和把这件事传遍大街小巷，稍微的煽风点火了一下。第2日，洛烟和洛昭依旧要去上书房念书。进入皇宫后，在去上书房的路上遇到了洛萧。昨日二皇兄带着他新娶的王妃和侧妃进宫，发生了一件大事，你们知道是什么吗？什么？京城外面都在传二皇嫂是灾星，但你们也要知道，二皇兄和二皇嫂的八字是钦天监算过的，没有不合。但昨天大婚之日，林王府库房又着了火，没有抓到凶手，连一丝蛛丝马迹都没有。你说这邪乎吧？母妃跟我说，皇后表面上不在乎，其实心里也很膈应。但当天嫁进林王府，还有她的娘家侄女苏侧妃，就算她心里膈应，也不能说什么。昨天他们在景仁宫用午膳的时候，忽然传来一个消息，二皇兄当即撂下筷子，扔下了二皇嫂和苏侧妃，离开了皇宫。你们猜是什么消息？别卖关子了，快说。石经理啊，怀孕了。洛言听到这句话，眼睛陡然间睁大了一些，但是好像胎降不稳，他不小心摔了一跤，流了很多血，但好在太医到的及时，孩子保住了，所以二皇兄听到这个消息才慌慌张张的离开。洛言震惊，书中好像到了大结局，裴梦婉也没有再次怀孕吧？这剧情都崩成啥样了？哼，洛廷义后院里多了2个女人，裴梦婉又怀孕了，洛雨没了世子之位，还瞎了一只眼睛，以后他在灵王府的日子该怎么过呀？啊！
想想都觉得开心。说起落雨，我发现我好久都没有见过他了。唉，有点怀念去年在上书房跟他打架的时候了。你有毛病啊？唉，你别说，我也有些怀念在上书房跟洛雨洛彤打架的时候了。真的？你也这样觉得？这几个月在上书房里过得太无趣了。要是洛雨他们在，下课了在皇宫里，我还能跟他们吵吵架。没了他们，皇宫里都没人敢跟我吵架了。不太理解他们的脑子怎么想的，可能就是太闲了吧。被洛萧和洛烟惦记的洛雨，此刻他正站在床边，捏紧双手，面无表情地盯着裴梦婉的肚子。洛廷义因为裴梦婉怀孕一事欣喜不已，下了早朝之后回府就一直守在他床边等他醒来。不一会儿，昏睡了一整天的裴梦婉终于醒了过来。王爷，阿婉，你终于醒了。孩子，王爷，我们的孩子。阿婉放心，孩子没事。真的？阿婉，本王把太医院医术最好的太医请来了，今后你就好好的在府里养胎。我知道了，王爷，我会好好保住这个孩子的。王爷，王妃如今已经嫁进王府了，我也不该再拿着管家钥匙，管家之权理应交给王妃。你现在身体不适，要好好养胎，确实不应该被这些繁琐之事打扰。就按照你说的，把管家钥匙交给王妃吧。是，都听王爷的。洛廷义又交代了一番后才出了屋子，想了想，他招来管家吩咐：阿婉怀了身孕，身体不适，以后如果没有什么事，不要让人来打扰她。虽然管家之权落在王妃手中，但阿婉依旧是本王最爱的女人，莫要让本王知道有人欺负议论阿婉，对阿婉不敬的，一律杖毙。是王爷。许念在听到王爷把管家之权交给他的时候有些愣住，原本以为他要费很大的劲儿才能从裴梦婉手中把管家之权夺过来，没想到竟然这么轻易到手了。王妃有了管家之权，哪怕得不到王爷的宠爱，日子也能过得体面些。嬷嬷啊，这王府从前的女主人一直都是裴侧妃，上上下下几乎都是她的人。管家之权突然落到我手中，你觉得下面的人会服气吗？一个处理不好，或许等裴侧妃把这个孩子生下来后，王爷就会把管家之权收回去。您是正妃，裴侧妃只不过是个侧妃，王爷这么做，把您和许家置于何地呀？谁让裴侧妃才是王爷最心爱的女人呢？走吧，裴侧妃既然醒过来了，那么我这个王府正妃理应去看望。郡主，裴侧死了。啊，靖远侯终于动手了，他怎么死的？今日状元游街，朝廷官员休沐，裴侧和他的一些朋友去郊外赛马，他们的马不知道为什么都失控了，很多人都受了伤，只有裴侧非常不巧的跟着他的马一块摔下了悬崖。等找到他的时候，已经气息全无了。洛烟轻啧一声，靖远侯这一招还真是妙啊！为了不引起镇北王的怀疑，让跟裴侧一块出门的人都出了事儿。只是让洛烟不爽的是，靖远侯竟然在这一天让裴侧出事。大哥才考上了探花郎，正是高兴的时候，现在裴侧死了，他们不得不去吊唁。靖远侯莫不是故意来膈应他们的？父亲，女儿来了。来了就好，去给你兄长上炷香吧。裴叔一点头，转身走进灵堂，让他给裴侧上香。哦呸，绝不可能，哪怕只是做做样子也绝对不可能。裴叔一面前哀伤，眼里却清明一片，只站了一会儿就装模作样的用帕子擦了擦眼泪，离开了灵堂。妍妍、昭昭，我要去见靖远侯夫人，你们母妃，我们也我和哥哥就不去了，母妃你自己去吧。谢谢妍妍。
裴淑玉母子三人刚出灵堂没多久，就遇到了裴梦婉。裴梦婉眼眶通红，狠狠地瞪了一眼裴淑玉三人，这才呼着肚子去灵堂。裴淑玉脚步顿住，她也听说裴梦婉怀孕的消息，本以为她今日不会来，没想到她跟裴策感情这么深，就算是怀着身孕也要过来。靖远侯看着怀着身孕的裴梦婉，眼底深处的戾气一闪而过。被戴了这么多年的绿帽子，养着别人的儿子女儿，甚至连自己的女儿出生也是为了裴梦婉。一想到这些，他就恨不得现在就冲过去，一把掐死裴梦婉。看着裴梦婉跪在灵堂上痛哭流涕，脸色阴沉的可怕，眼里满是嘲讽。哎呀，不愧是同父同母的亲兄妹啊，感情如此的深厚。父亲，我想去见一见母亲。你母亲因此而身亡，心里承受不住，一病不起，现在恐怕还昏迷着。你去看看也好，不过不要过多打扰。好，我知道。昏迷的靖远侯夫人没有了往日对她的尖酸刻薄，脸颊有些消瘦，瞧着十分可怜。母亲，你知道吗？在我得知养父养母并不是我亲生父母的时候，我非常的开心。原来我并不是没人爱的。我满心欢喜的回侯府，我想着我的母亲一定是个很温柔很善良的女人，会笑着朝我伸手摸我的头，说我的女儿可算回来了。我渴望得到你的疼爱，哪怕只是一句温声的问话，一块糕点，都能让我记一辈子。我还记得有一年你的生辰，那时候我学会了刺绣，我熬了2个月时间给你绣了一个寿星图，送给你后不到2天就被裴梦婉不小心弄坏。你说裴梦婉是不小心才弄坏的，让我不要太小气。你说你自己都不在意，我在意什么？是啊，你不在意我，所以你也不在意我送你的礼物。我当初那满心的欢喜，原来从头到尾都只是我的一厢情愿。我时常不懂母亲为何总是偏心裴梦婉，明明我才是你的亲生女儿。现在想来，我应该要谢谢她，若不是她，想来我应该连出生的机会都没有。母亲，这应该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吧？永别了。最后一句话裴淑玉说得很轻，最后看了一眼靖远侯夫人，她不带留恋地转身离开。另一边，洛言不想就在灵堂那边，就和洛昭来到侯府后院的竹林里躲清闲，却不料意外碰到了赫连星。父王不是说赫连星已经离开大周回苗疆了吗？怎么他还进京城了？不仅如此，还能偷偷溜进侯府。哼，苗疆少主还真是好大的胆子，当真不怕我大周铁骑踏平苗疆？慕容燕，他们对我太警惕，我觉得你的办法行不通。慕容燕，洛言伸头看向赫连星背后，果然看到慕容燕走出来。哼，好啊，慕容燕，你果然是狼子野心。我们没有去和黄伯伯告状你扮猪吃老虎，你却是想要联合苗疆的人杀我们灭口。你们误会了，我们没有想对你们动手。狗屁的误会！你不是送信给我父王说郝连星已经离开了大周，那他为什么又出现了，还在这里堵我们？贺林星确实走了，但他回苗疆后发现有人偷了苗疆很多蛊虫，离开了苗疆，看踪迹应该是来了大周。你不是能用圣蛊控制整个苗疆的人吗？还有人敢背叛你？那人不知道用了什么办法逃脱了我的控制，他趁着我不在偷了苗疆很多蛊虫，那些蛊虫被他带到大周，我暂时不知道他要做什么。若是他利用蛊虫做坏事，到头来还得赖在苗疆头上。
所以他得知这件事后的第一时间，又再一次来到了大洲。你说那人偷了苗疆的蛊虫来到了大洲，去找就是啦，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难不成是想让我们帮你找他？此事与你们无关，叛逃苗疆的人我们自己会找，只是不知道那人有没有把蛊虫给卖出去。若蛊虫落在有心之人手中，或者落到你们敌人手中，对你们很不利。小红是圣蛊，万蛊之王，只要让小红咬一口，留下她的气息，任何蛊虫都不敢近你们的身。裴梦婉手中有一只虫子，我让风河给它拍扁了，露出绿色液体，还散发着恶臭，是不是蛊虫？你说的应该是赤鸣虫，中蛊之人不出半个月就会长满红斑，日夜发痒，最后在痛苦中全身溃烂而死。洛昭心里一惊，想到那日被风河拍扁的恶心虫子，若不是母妃反应快，怕是早就中招没命了。洛言咬了咬牙，心里冒起一股怒火，脑海中闪过108种弄死裴梦婉的计划。郡主，为了以防万一，还是让小红在你们身上留下标记吧。我知道你们可能不会相信，我可以让小红在我身上咬上一口。说着，他朝贺连星伸出手，贺连星猩红色双眸猛地亮了亮，立马把小红蛇递给他。慕容燕捏着小红的身子，咬吧。小红抬头看了他一眼，嘶嘶两声，似是有些不满，但还是张口咬了下去。慕容燕面上没有什么表情，眼皮都没有眨一下，洛言却看得有些牙疼。说实话，他挺害怕这种没有骨头的软软的滑滑的动物的。小红收回牙齿，蛇信子在慕容燕咬痕上舔了舔，片刻后伤口消失，就像是从未受过伤。不是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圣蛊还可以治疗伤口？我若是没看错的话，圣蛊舔了舔慕容燕的伤口，竟然能在伤口在一瞬间消失，这疗伤威力足以可见，绝对是不可多得的圣药啊！若是传出去，恐怕会引起很多不怕死的人去争抢。只是洛言看向慕容燕，神色复杂，他竟然用自己做实验跟他们证明，有必要吗？郡主，我已经试过了，不会有事的。不行，谁知道你们说的是真是假？说是你们故意骗我们呢？慕容燕，圣蛊咬你没事，不代表咬我们没事。还有一种办法，让小红触碰你们的皮肤，残留的气味可以保持10天左右，这10天当中不会有蛊虫进你们的身。这件事等我们回去商量商量再做决定。慕容燕轻轻叹息一声，她也知道这很难让人信任，要不让师傅出马？听闻魏神医就在秦王府，你们可以去问一问魏神医，他当初可是每天都求我让我的红宝儿咬他一口。慕容燕猛地转头，带着诧异地看着他，哼，还有这种事儿？那他怎么不早说啊？好的，我们这就回去询问魏神医，就先走一步了哈。言罢，他拽着洛昭的胳膊离开。洛言，你相信慕容燕的话吗？一半一半吧。不过贺连星提到了魏神医，等我们回府后问问他不就知道啦。若是他们说的是真的，哥，你会让那条红蛇咬你一口吗？我不知道，你得让我想想。洛昭神色有些犹豫，只是被咬一口不会死，还能让蛊虫进不了自己的身体，那自然是好事啊，傻子才会拒绝呢。可是想到上回在玉泉寺自己被贺连星压制动弹不得的状态，只觉得有些气不过，他实在是抹不开面子去求他。你故意的？什么故意的呀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慕容燕轻喝一声，不再搭理贺连星，转身离开。你可真没用啊，都这么久了，他别说喜欢了，就是一点信任都不给你。临近傍晚，在侯府吃了晚饭后，裴淑仪等人才回到王府。洛言和洛昭去了云深院，把贺连星和慕容燕说的那些话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洛宽景。圣蛊当真这么神奇？咬一口能抵制万蛊，还能在一瞬间让伤口恢复如初。秋野，确保魏神医请过来。是。父王，
裴梦婉上次要给母妃下蛊，被母妃躲过去了。我估摸着她手中还有蛊虫，你可以去查一查，她是从哪儿买来的蛊虫。等把那个叛逃出去的苗疆人找到，贺连兴自然就会离开大周。你是想让本王帮贺连兴，还是想帮慕容燕？父王，你发烧了吗？为什么要问这种奇奇怪怪的问题？我当然是为了咱们大周的百姓啊。那个叛逃苗疆的人偷了苗疆的蛊虫来大周，肯定不怀好意。裴梦婉能从他手中买到蛊虫，其他人肯定也能买到。蛊虫这种东西，触碰到皮肤就会钻进去，防不胜防啊。若有人买到了大量的蛊虫来搞破坏，那就完犊子了。这件事，本王会派人去查，你不必担心。这么晚了，叫老夫过来有什么事儿啊？温神医，你认识苗疆少主贺连兴吗？认识。怎么了？那您知道被苗疆少主的本命蛊咬一口有什么好处或者坏处吗？郡主突然问这个做什么？我就是好奇嘛，想问问。温神医，您就跟我们说说贺少主的本命蛊的事呗。郡主想知道，老夫自然知无不言。贺少主的本命蛊是苗疆的圣蛊，万蛊之王，谁也不知道它存在了多少年。在苗疆历史中，只有3个人能驾驭圣蛊，成为自己本命蛊，其中一人便是贺少主。他7岁时边境小国攻打苗疆，想要占领苗疆。那时候很多苗疆男子和女子都被抓走，贺少主放弃族里为自己选择的本命蛊，而是去境地里挑战驾驭圣蛊。没有人觉得他会成功，但出乎所有人预料，他成功了。他利用圣蛊操控万国，击退了边境小国，但也因此他失去了一半的寿命，一头黑发变成了银发，瞳孔也变成了骇人的红色。一半寿命？什么意思啊？圣蛊可是万蛊之王，不是一般人能控制住的。想要驾驭它，控制它就得付出代价。容貌倒是无关紧要，最重要的是寿命。他的一半寿命会被圣蛊夺走，他这辈子活不到35。不仅如此，每个月他都要放自己的血去喂圣蛊，不然的话，圣蛊就会陷入沉睡。如果圣蛊陷入沉睡，他的寿命还会回来吗？回不来喽。从圣蛊成为贺少主的本命蛊后，他的寿命就已经被圣蛊夺走了。洛烟眼睛瞪得溜圆，这么惨吗？郡主刚刚问，如果被圣蛊咬一口会有什么好处？那好处可就多了。被圣蛊咬一口，身上就会留下圣蛊的气息，以后任何蛊虫都进不了身。若是身上有伤，伤口能在短时间内愈合。可以说，圣蛊是个不可多得的良药。我跟苗族长是至交好友，从他口中得知这件事后，还追着贺少主让圣蛊咬我一口。他被我吵得不耐烦了，让圣蛊咬了我的脸，故意留下2个血印子，好几天才愈合。所以当初贺连兴说让圣蛊咬我们一口，要跟我们交朋友，是真心的呀。哎呀，我真该死，没了一半寿命，知道自己活不了多久，每个月还要放血养圣蛊，好像放一点也正常。洛章眸色复杂，始终不敢相信这么离谱的事是真的。可魏神医是父王心腹，把父王的腿都治好了，没有必要骗他们。魏神医，圣蛊这么厉害，不会引起旁人的觊觎吗？自然是会的，但万物皆有灵，
身为万古之王的圣骨是有灵性的，他若是不想，就算得到它，也只是普普通通的蛊虫。况且，圣骨不仅是良药，还能操控万古。想要抓住它，也得付出相应的代价。王爷，你们遇到了贺少主吗？贺少主来大周了。贺林星说，有人偷了蛊虫，叛逃苗疆，来到了大周。哎呦，苗疆里所有人都有本命蛊，还有人能挣脱贺少主圣蛊的控制，叛逃苗疆。今儿个我和哥哥在靖远侯府遇到了贺少主，是他亲口说的。那人不知道用了什么办法逃脱他的控制。苗疆部落的人虽然不多，但却很团结，怎么会有人叛逃呢？这个人必须得找到，母妃就差点被裴梦婉下蛊。苗疆有毒的蛊虫占了多数，非常诡异，便是我也不敢多看一眼。若是那人偷了很多有毒的蛊虫来大周，怕是会闹出大动静来。多谢神医解惑了。没事儿，不早了，老夫还有事儿，就先走了。明日本王去一趟玉泉寺，这件事非同小可，必须上报陛下。那贺少主岂不是可以光明正大的出现在大周啦？骆宽景嗯了一声，禀报了皇帝过了明路，贺连兴就可以随意的出现在大周，不用躲躲藏藏的。翌日下午，玉泉寺，听闻秦王已经拿到了血骨雪莲，怎么，腿还没有治好吗？还需要坐在轮椅上面呀？我的红宝能解很多毒，王爷需不需要我的红宝去咬一口？不需要，本王已经知道了苗疆的事。本王从裴梦婉那边顺藤摸瓜的查到叛逃苗疆的人，他在黑市里卖出去很多蛊虫。他被王爷抓到了？没有，本王的人去晚了，他已经不在黑市，似乎被什么人带走了，没有丝毫踪迹。本王来找贺少主，是想知道叛逃出苗疆的那人名字，长什么样子。若能有画像，那自然再好不过。画像我有，他叫做司简，18岁，是我爷爷的徒弟。王爷应该也知道，我的本命蛊是圣蛊，万蛊之王，能操控万蛊。每个苗疆人从出生起就会培养自己的本命蛊，所以所有的苗疆人都在我的控制之下。叛逃出苗疆的司简也不例外。我目前并不知道他用什么办法逃脱了我的控制。我要提醒王爷一句，司简的本命蛊是迷魂蛊，除了我的红宝以外，他的本命蛊是如今苗疆所有人中最厉害的。迷魂蛊能控制人的心神，产生幻境，最后长睡不起，哪怕是意志最坚定的人也逃脱不了。若是没有我的红宝，他才是如今的苗疆少主。骆宽景越听眸色越沉，苗疆蛊毒之术果真诡异难测。不过越是厉害的蛊，操控就越难。以司简的实力，最多只能使用3次，若超过3次，他便会被迷魂蛊反噬，爆体而亡。他对我爷爷使用过一次，利用我爷爷偷了很多蛊虫离开，还剩下2次。此事非同小可，本王会禀报陛下。陛下得知后不会为难贺少主，贺少主可以正常出现在京城，不必躲躲藏藏。还请王爷不要说出我和慕容燕的关系。本王不会恩将仇报，也请贺少主保住本王的秘密。那是自然，我很喜欢齐王府小世子和小郡主呢。不知道我去了京城，能不能请他们带我在京城玩呢？骆宽景神色顿了顿，刚要拒绝，就又听到贺连兴开口：“哎呀，我的红宝最近牙有点痒，好想咬点什么呀？”可以。被圣蛊咬一口的好处，魏神医已经告诉他们了。这个条件，说实话，他还真拒绝不了，并且他也想被圣蛊咬一口。那就这么说定了。
骆宽景点了点头，转动着轮椅准备离开庭院。贺连兴看了眼慕容燕，王爷敢被我的红宝咬吗？骆宽景默了默，没想到贺连兴会主动说这件事，他若是拒绝了，岂不是成傻子了？他不信贺连兴，但他信魏神医。于是他伸手把胳膊递到小红蛇跟前儿。贺连兴莞尔一笑，轻轻地弹了一下舌头，小红蛇缠在骆宽景手腕上，在他的大拇指上咬了一口，尖牙刺进血肉里，有一瞬的疼痛，但很快小蛇就松开了口，蛇信子在伤口上舔了舔，下一秒伤口消失，像是从未被咬过一般。骆宽景见到这一幕，瞳孔微缩，这比魏神医说的还要惊奇。多谢贺少主了。不必不必，举手之劳罢了。秦王是长辈，还是慕容燕那狗东西心上人的父亲，他可不敢收他的礼。不过秦王站起来比坐在轮椅上的模样顺眼多了。忽然他想到比他矮一个头的骆昭，秦王是他亲生父亲，不知道以后能不能有他高。见到贺连兴躲开他的礼，骆宽景眉头微挑，重新坐在了轮椅上面，眸光落在他那一头银色的长发上，犹豫半晌还是没说什么，离开了庭院。秦王还挺好说话的嘛，还主动跟我道谢行礼，我面子真大。去了京城，你收敛一下脾气，莫要再捉弄骆昭。知道了，你少管我，我看你就是嫉妒我，嫉妒我马上就能光明正大的跟小郡主站在一起，而你呢，只能在背地里像一只阴暗的老鼠似的盯着他。滚！滚就滚，老娘要去京城过好日子喽，才不稀罕待在你这个破地方。上官老头不在，天天吃斋饭吃素，都快给我吃透了。2日后，皇帝在朝堂上忽然放出苗疆少主来访大周的消息，明日就将抵达大周。陛下，苗疆部落一直都是大前国附属国，臣请陛下三思，暂缓其入京之意，先遣人探查虚实。陛下，苗疆之人善用蛊毒，手段阴狠，如今苗疆少主来访，恐是祸而非福啊。苗疆虽然是大前国的附属国，与大周素无往来，但他们的少主贺连兴，据朕所知，并非嗜杀之人。陛下，传闻不足为信，苗疆蛊术防不胜防，若是……爱卿不必担心，朕已命钦天监与太医院备好驱蛊之物，且京中禁军已暗中布防，若真有异动，莫非我大周的刀枪还挡不住一个苗疆少主？陛下既有安排，臣等自然放心。只是苗疆少主来访，所求为何？我大周又当以何种礼节相待？明日他到了，自然便知。好了，退朝吧。因为苗疆少主的到来，尚书房放假，皇宫将在第2日设宴。5品官员以上的臣子携家眷前往皇宫赴宴。来到皇宫，陆燕意外地瞧见了靖远侯。不是，你儿子都死了，刚下葬没2天，你还有心情来参加宴会？装都不装一下的嘛。陆燕撇了撇嘴，没有再看靖远侯，跟着裴淑玉去见过皇后之后，趁着宴会还没有开始，转头去找云之穗。骆昭也去找锦兰祠等人聊天，裴淑玉则是带着彩荷找到一个没人的凉亭中坐下。不多时，一个男子来到凉亭里，裴淑玉皱了皱眉，哟，这是谁家的少爷啊？有些眼熟，但又想不起来是谁。他没有多言，起身准备离开。阿满姐姐，为何见了我就要走呢？你是谁？阿满姐姐不记得我了，有点伤心啊。不过没关系，我可以重新向你介绍一下我自己。我叫萧度，父亲是镇北王。不过阿满姐姐也可以叫我另外一个名字，阿野。你说什么？你是阿野？是啊，姐姐终于想起来了，
你一直都知道自己的身份吗？是啊，我当初被人追杀，差点就死了，不是故意隐瞒阿满姐姐的。能看到你过得这么好，我很欣慰。没什么事，我就先走了，宴席也要开始了。阿满姐姐，萧世子，还有什么事吗？阿满姐姐，你怎么不问问我这么多年为什么不去找你这件事呢？萧世子有顾虑，我能理解，我不怪你。日后萧世子还是唤我一声秦王妃吧。好啊，秦王妃。裴淑玉暗暗松了口气，不知为何，他总觉得刚刚萧度的眼神不太对劲。他已经不是他记忆中的那个瘦小、沉默寡言、一天也说不出来一句话的阿野弟弟了。萧度望着裴淑玉离开的背影，眼睫低垂，眼底深处浮现出一抹暗淡，是他来晚了。阿满姐姐好像不太想跟他相认。贺少主，久闻苗疆巫蛊之术神秘莫测，贺少主此番远道而来，可有何事啊？我此次前来大周，是为了叛逃苗疆的叛徒。哦，什么叛徒？那人名叫司简，是我爷爷收的徒弟。他偷了苗疆很多蛊虫，逃出了苗疆。我查到他的踪迹，他来到了大周。贺连兴如实地道出了自己来大周的目的，这并非他一时兴起，而是与秦王彻夜商议后的结果。秦王说，对付司简这种藏在暗处的人，最有效的办法便是将他暴露在阳光下。诸位也应该都知道，我苗疆没有强大的战斗力，族人只擅长用蛊。司简偷了我苗疆的许多有毒的蛊，来到大周，如此也就罢了。可他却把这些蛊卖了出去。他偷走的不是寻常的无害的蛊，而是能夺人性命、控人神智的毒蛊。殿中瞬间响起一片倒吸冷气的声音，有人下意识摸了摸自己的手臂。若是这些蛊落在了你们的仇人手中，他只需要借着敬酒行礼的由头，轻轻触碰你的皮肤，甚至只是让你沾染一点带蛊的茶水香料，你就会中蛊。中了有毒的蛊，最后都会在痛苦中死去，连太医都查不出任何端倪。百官们面面相觑，眼神里满是惊惧与警惕，没人觉得贺连兴说的这些是危言耸听。贺少主，你可有解决的办法？我会留在大周，等到司简被抓到为止。若是有人得了重病，连大夫都看不出来，觉得自己是中蛊的，都可以来找我查看。在苗疆，没有我解不开的蛊。贺少主有心了，既如此，便安心在京中住下。京中有很多玩乐，想必少主会满意，朕会命人妥善安排。皇帝陛下，我可以自己选择谁带我在京城里玩吗？哦，少主想选谁？嘿，陛下，我有一点特殊的爱好，喜欢长得漂亮的人，但不能长得比我还要漂亮。那就他了。随着贺连兴话音落下，众人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向洛烟。我？什么情况？父王没跟我说还有这个环节啊。你还有他。贺连兴又指了指他旁边的洛昭。贺少主，我觉得我长得比你漂亮。我不要你觉得，我只要我觉得。好霸总。既然贺少主选了秦王府的世子和郡主，那就这么定了。多谢陛下。殿内响起歌舞声，皇帝坐了没多久便离开了。小郡主，你们在聊什么呀？不如带我一个。我们在讨论母猪是如何怀上猪宝宝的，产后该怎么护理。那你们讨论出来了吗？讨论出来啦。母猪的产后护理要从产前做起。母猪产前4-5天要逐渐减食物的喂量，其目的是减少腹部压力。产前吃得少，产后才能吃得多。若是产前吃得多，会使生产过程变长。洛烟越来越会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了，叽里咕噜的说什么呢？听不懂。你说的对。真的吗？
你认同我的观点？不要胡言乱语。少管我！哎呀，小郡主，我酒喝多了，你可以陪我出去走走吗？我第一次来大周皇宫，不认识路啊。好啊。洛长，我发现这苗疆少主除了发色和眼睛跟我们不一样外，其实长得很漂亮，比父皇后宫里的嫔妃还要漂亮。越是漂亮的女人，就越会骗人。这话在理，可比起被丑女人骗，我更想被漂亮的女人骗。你想啊，就算最后落个空，起码前头看的是赏心悦目的脸，吵架都吵不起来，总比对着张寡淡丑陋的脸糟心强。说的竟然还有几分道理。好莲星会玩蛊，你别去招惹她，把她惹生气了对你下蛊，看你怎么办。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啊，我只是夸赞了一下她的容貌而已，你这么激动做什么？我什么时候激动了？我只是提醒你不要去招惹她，她很危险。你不提醒我也不会去招惹她，她怎么说也是苗疆少主，我去招惹她做什么？我又不蠢。